1、2、3，我看一下。请进。哎，是不是有点乱？我先拍一下，就是我们一进门会先看到的这个落尘区，然后一进来呢，你们会看到就是这整个空间是我的油漆，我有重新粉刷过，然后还有沙发，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收纳，我超级需要非常多的收纳，这里全部都是我的鞋子，然后还有一些杂物，给你们看一小眼就好了，一小眼哦，一小眼。这间房子呢，大概是26、27，它是4.5米挑高的，然后它是有2房。当初我在选这间房子的需求就是我要2间房间，一间就是睡觉的房间，然后一间可能可以把它打造成更衣室、化妆间或者是工作室。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买屋，但其实我是租屋。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在租屋的家里做一点软装？其实我没有大修，我其实就是加了一点软装，然后还有一些木地板的铺设而已。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很对于住在家里，然后想要就是它变成心目中想要的样子，是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愿望。所以这一次就是看到这间房子的时候，当时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帮它添设一些软装。然后房东开心，其实我自己也很开心。然后再加上我的合约，其实，合约其实自己也租的就是比较长一点，所以我才做了这个决定。这一次合作的厂商呢，要特别感谢专门定制这个家很多家具的卡西法，因为当初去找他们聊的时候呢，我首先是很喜欢他们的商品，他们是都可以客制化的，甚至当初他们亲自到现场帮我看一下，就是我的这个租族的小宅，它很适合什么样类型的家具，然后怎么样配合我的身形，然后去量身定制一些家具。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代言的和轩建材的木地板，然后等一下会替你们介绍色号啊等等。再来是第3个是 OVO 的卫浴，真的是要拍手介绍了。卡西法的沙发，我跟你们讲，我当初根本就没有想到说我要做就是弧线设计的沙发。卡西法他们就来我家之后，他们就觉得说怕我整个家会整个太冷太直线条，所以他们就推荐我弧形沙发。我一开始还非常抗拒，我说我有强迫症，我绝对不要。但是他送来之后，我跟你们讲，我超爱。然后呢，你们看哦，他们这边做一个弧角，是因为我跟你讲超级贴心，我后面有一个插座孔，他们除了就是要保留那个插座孔之外，他们是故意这样子斜切，这样我看电视的角度我就不用硬要身体弯，而是我这边也会有靠背的感觉，是不是很贴心？就预留插座，然后让我看电视也很方便。布料它是猫抓布料，当初就是有超多颜色可以选择，我超级无敌犹豫，然后最后是他们推荐下我选了这个颜色。这边呢，它是做就是假2层的部分，它是假的。他们业主本身也有养猫，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猫咪的猫毛有可能很容易渗进去，所以这边就是会做一个不是真的是合起来的地方，让猫毛不会进去，然后又很好看。它是落地款的，我家的猫就是超级无敌爱，就是钻各种洞。那它做落地款的话，其实对我来讲，就是打理的时候也会变得非常的简单。还有一个，很多人不喜欢就是很深的沙发，但 sorry， 因为本人就是有时候就工作太累，会在就沙发上睡觉。我跟你讲，它就是这么深。你看，我本人157，我喜欢坐这么深的，就是沙发，我可以直接这样睡觉，然后我也可以这样睡这样子。我即便放了一个就是枕头，它还是够深，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样做。你看。但很多人不喜欢，但是我爱就好了。它的枕头的烹饪度，它的材质是很实性。我刚刚它本来很扁，我这样一敲一下，它就瞬间变得很蓬很可爱。还忘记讲了一个这个弧，我跟你讲，这个做一点留白，然后又是用圆弧去收边，整个就是看起来就是很美。反正它就是很美。隆重介绍，先鼓掌一下。这个地板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本人代言的木地板。这个颜色呢是 Sunwoodland WL101 星辰森林的色号。当初在选这个颜色的时候，其实很犹豫，是因为到底要深一点还是浅一点。最终是选最不常在网络上面常见的一个比较偏冷暖一点的地板的颜色，偏冷暖一点的
我觉得这个地板很棒的一件事情是，你知道，就是阳光洒进来的时候，它会变得有一点暖色系。但是今天就是阴天的时候，它又会很冷，所以就是我在这边自拍的时候，就是颜色的感觉会整个都不太一样。我超爱这个地板。然后我就是从客厅的门口，我一直铺到就是阳台那边，会让整个就是空间感的延伸看起来更大。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我有养猫咪，然后它本来是大理石的地板，我会觉得看起来比较没有温度，所以最后就是会选择就是铺这个木地板，原因有一部分也是因为给猫咪这样子。然后这里还有就是这一个猫抓板，我会在这边弄猫抓板，是因为我家的猫很爱抓，然后他们知道这个不能抓之后，他们就再也不抓这个，然后再加上当时卡西法也很推荐我，就是这里可以放一个画啊，或什么增加立体感。后来我就在淘宝上面看到这一个。然后就觉得好适合，然后我就把它贴上去了。再来要介绍是我们家的厨房，就在旁边，他们推荐我的吧台桌。我跟你们说，你要在就是小家里面有稍微有一点高级设计感这件事情，请找卡西法，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在我的租屋里面还拥有一点点高级的感觉，而且我一开始就是跟沙发一样，沙发不是弧形吗？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有吧台桌我也觉得很奇怪，跟实际真的住了之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太不高级、太没有美感了，因为我现在真的超爱它。而且你们看，就是它整个配色，我选了非常的久。后来我用就是有一点咖啡色、跟黑色，还有一点白色的绒毛布料去做拼接，让整个家要看起来更立体。是这个桌子它是很耐热的，就是我煮完的东西，我可以直接马上放上去，它也是不会破的。然后呢，他们真的是针对我的身高，你们看。这个身高很刚好，我坐在这边吃饭其实是非常刚好的。这个是可移动的，有的时候我会把它当餐桌，或是有时候我会在这里办公。朋友来的时候啊，有化妆师来我家的时候，这里的光其实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就会在这里就是化妆，然后移动桌子这样子，任我多功能使用。你们也知道，就是小资族的就是家一定要很多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小家具。再来是这一张椅子，我不得不称赞这一张高脚椅。他们有跟我说，这张高脚椅卖的超好的。我其实当初看到它，我也超爱它，因为我觉得这个皮啊，还有它的这个有点绒布的这个材质，这样子混搭，我觉得看起来就是超高级的。我跟你讲，高级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就是特别去介绍，你这样一看，你就会知道你很喜欢。然后其实我会选这个椅子，还有一个特点是，当初其实我是有去试坐的。我家的猫会跳上来的，这个椅子的大小是符合我坐上来，猫咪又刚好可以跟我卡在一起的一个宽度。然后我如果前后移动的时候呢，这边是贴合我的背。然后再来其实就是我的厨房。然后因为我一直还没有买饮水机，所以我就暂时都是用热水壶。这个家超棒的是它是天然气，我是有明火的，煮饭就会比电磁炉来得快，我也因此就是变得比较爱煮饭。再来是厨房过来的这一区，我要先跟你们介绍我的这个遮光窗帘，我也是选了很久，而且你知道我真的是刚好就是有搭到我厨房的一个窗帘，这个是本来屋主的，这个是我自己选的，你看多刚好，他们刚好都有就是纹理，好。反正我就是想称赞一下我自己。再来就是介绍我的电器柜，就是大家很常看到的大同电锅啊，然后气炸锅啊，然后这个是我的猫饲，我家的猫咪的饲料。然后它很棒的事情是，这个设计呢，它本身是可以这样拉开的。它每一个就是电器柜里面呢，它就有附一个插座。当初我在租这个屋子的时候，最棒的一个设计也是这一区，我非常喜欢。微波炉因为这里放不下，我就只好放在这边。你们也知道我很爱蜡笔小新吗？我觉得这个屋子我选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冰箱没有选米白色的，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我甚至就是我跟你讲，我在就是挑东西的时候，我还就是把图片就是先截下来，然后我还把冰箱裁下来，就是那个图片裁下来，就是去贴，他说到底是白色好看啊还是银色好看。最后我还找了朋友投票，但是最后就是反正就是后悔了。很突兀吗？摄影师觉得很突兀吗？还是你觉得还真的吗？这个阳台呢，就是因为这个阳台我才租这间屋子。噔噔噔噔，就是因为为了我家的猫咪。你看我可爱的猫咪，这是我家猫咪的厕所，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厕所。我家的阳台呢，它的色系其实就是黑色做基底，浅木的颜色去做点缀这样子。猫跳台啊，然后
就不好意思哦，这个就是前阵子我家就是漏水的问题。然后，所以就是有这个橘色的东西，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子简单。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客厅延伸过来这边，这里我要介绍就是有2个地方，就是为什么我会租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本人很需要就是储备间、储藏间，就是放很多杂物，里面很深，里面可以放至少5、6个30寸的行李箱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地板，这里让我放很多袋子，就是很多的杂物，就是本人就是需要很多的收纳。好，再来要介绍我们的厕所。这个厕所呢，当初它是没有做干湿分离的。我们要感谢我们的 OVO 卫浴设备，请看。噔噔，这个厕所呢，它本身就是有这个大理石的纹路在，就想说，那不然我的厕所就跟我客厅啊做一些颜色上面的变化。我也从来没有就是深色系的厕所过，所以后来我就选了黑色啊、灰色、白色去做搭配。这个是本来建案就有的，我很常坐在这边洗澡，我觉得非常的方便。然后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就是干湿分离是黑色的，我觉得超级无敌美。然后呢，小小介绍啦，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知道洗澡的时候是要看一下影片，这是我放手机的地方，这边全部都是 OVO 的设备，马桶不是，再来就是我的毛巾区，对，因为就是被人家说就是我太不干净了，他们说我必须每天都换1条毛巾，所以因此就有这么多条的毛巾。然后它这个就是可以这样子 ，OVO 就非常方便，这也是 OVO 的镜柜。等等，大概是这样。这是我的厕所，如果很美，请在下面留言说厕所的颜色选的真好，真美。好，厕所介绍完毕，再来是更衣间，欢迎光临我的更衣间。请看，我跟你讲，我要先就是大推荐这一块呢。首先呢，就是你们看到的一览无遗的这个顶天立地的，就是架子。我的正对面，它其实已经有一排就是衣柜了，但是因为我还需要更多的收纳空间。好了，这里呢，本来它其实是有做一个床头柜，那个凸出来床头柜超级无敌丑的，而且丑，就是这个反光的这个地方，它非常的不好看。它是可以到现场亲自帮你组装的，链接我再贴给你们是哪一家。然后这边就是我的睡衣区，然后这边是我的脏衣区，因为我本身会运动嘛，所以我就这边就是一排就是一样是我运动的东西，然后上面就是一些小杂物啊，然后下面就是一排裤子啊、包包，大概是这样。再来要跟你们介绍的是我的地毯。哎呦，地毯呢也是卡西法帮我定制。其实这个地毯呢本来是在沙发的，因为我的这一区是没有铺木质地板的。前几天就觉得说，好像可以把地毯拿来这边放。后来我觉得意外的很合适。刚刚我问摄影师合不合适，他是不是就是要点头？放在这边之后呢，我家的猫就超爱哦。我要跟你们推荐就是地毯，就是如果你以后你家里一定要放地毯的话，请你们一定要买稍微价钱高一点的地毯。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本身是地毯的爱好者。如果你用1、2千的地毯，其实地毯其实是很容易脏的。我用了就是卡西法这个地毯之后呢，我第一次感受到原来地毯的脏污是这么容易被吸起来的。这个就是我去宜家定制的很简单的窗帘，有点若隐若现。然后再来是这个我的多年好友送给我的大镜子，我的人生从来没有一个这么大的镜子过，它就完成了我这个梦想。这个是我在虾皮上面买的，送来的时候是没有破的，我觉得我也蛮意外，它包得很严实。我每天就是在这边拍照，本来的梦想是想要在这边拍穿搭，就是最近稍微有点忙一点，所以就还没有执行这个东西。然后我后面就是更多的收纳空间。好，大概就是我的更衣间。我觉得这个家很棒的点是，我每一个房间它都有附冷气，而且它的冷气都是冷暖气，我觉得超棒。这个屋子当初我会租也是因为它是好像4年还5年的全新屋。再来是我的房间，跟我上楼吧。每个地方都要有小新的存在，小新没有置入。欢迎来到我的小房间，这是我的香水区。好，那条线有点，对，这是我要说的，就是这条线现在有点丑，因为呢，本人最近工作很忙，我必须把这里就是放一台监视器，看我家的猫，以防它去推倒这些东西。那这个就有点丑，就大家不要介意。我还在想，就是这条线要怎么救。如果你们有一些想法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这个其实就是我的收纳空间等等。这个桌子有时候我会拿来办公，有时候我就拿来当就是我的化妆桌。然后这个椅子呢，是我在淘宝掏的，我觉得非常的好看，但是我必须说，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放在1楼，因为我房间它又在温暖可爱一点点。我觉得这个它有一点知性，带一点性格，它
反而在这里会变得有点突兀。再来就是我跟你讲，下面有一个超级无敌深的地方，这一区就是我家的猫睡觉的地方。我当初就是也是看到这个诡异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超适合我的猫的。再来就是要跟你们介绍，就是我的床的部分，床的支架、床垫都是卡西法的。当初呢，他是直接给我看图片，他说我觉得你这个房间就是很适合这个设计的软床板，应该是这样说，所以他就推荐我这一款了。我们看这个地方，它多么平。当初他们在量就是这个房间的空间的时候，他们是连0点几公分都不放过的那一种，尺寸一定是要量得够精密，然后在制作上面不能出一点差错的那一种。我觉得他们超变态，这样讲好吗？反正就是我真的超爱他们的变态。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它这样子可以衔接，我看起来心情超好，因为我自己也有点强迫症，直接就是很整齐的这样贴合过去。我之后假设要在这里放投影机什么，我都完全不用担心。最主要这个是猫抓布，我有跟他们讲说，有的时候我想要我猫咪陪我睡觉的需求，然后他们这边做的宽度呢，真的就是刚好猫咪可以上去，但是又不会太宽，多细节。因为我的房间比较少，那卡西法也知道说，就是我非常需要就是收纳空间，你们也知道吧？但很多我还需要更多的收纳空间，他们就推荐了我做仙床。重点是它又不能太高，这个超级无敌贴心。我跟你们说，因为4.5米做仙床真的很难。我先给你们看哦，超级大空间，我家猫要进去了。一般仙床的高度啊，它会再高一点点，但是因为他们知道我这边是4.5米，所以他们有特别就真的是量身定做，它就是特别搭配这个房间的高度去做一个，就是我刚好可以收纳，又不会太高，导致睡在床上的时候会很有压迫感。重点是又很有质感。你看他们这个细节，他们做这个细节，我觉得很棒。好，我先把我家猫赶出来，出来。好，床垫的部分呢，我是选那种软中带支撑的。我试睡了很多不同款的床垫。这个床垫呢，当时我在睡的时候，我很喜欢，是因为我喜欢有点软涂，但是它又要可以支撑我整个背。这个床垫的最大的优点是，我躺上去的时候，它可以支撑我之外，它会让我有一种陷下去的感觉。但是很多人就是会觉得，有另外一个人躺上去的时候，它会不会影响到你的睡眠什么？它完全不会，就是它就软中带支撑，支撑中又让你可以快速的深眠。枕头呢，就是大家有看我 IG 介绍。我枕头其实就是选择晚安奈特的枕头，超级无敌推荐。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我家每一个空间，他们都有属于他们自己有一点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色调，可是这些色调加在一起看起来又不会很突兀，是很和谐的。我自己是很满意啦，只是有一些小细节，我觉得我还要再去添加，还可以加什么，我还在思考，就大家可以推荐给我这样子。房间就到这里啦。我觉得卡西法家具最不一样的是，他们真的会先了解你是怎么生活，再去帮你做家具。我觉得这一次我最感谢卡西法的部分，是因为我脑子里当初其实我所需要的家具其实就只有床垫跟沙发。我找了非常多的厂商，后来我亲自去卡西法的公司现场，也有开放一些家具啊、布料啊给大家就是参考。他们就是要强调，不是标准尺寸，不是流水线，是从生活访谈现场模拟材质试触，再到功能设计，一步一步的把生活做出来。这个其实不是广告台词，是我在跟他们合作的过程中，他们流程真的是这样如此。刚刚介绍的就是我的高脚桌，本来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我超级不习惯，可是我真的住了1个月之后，我就觉得它非常好用。就是我觉得他们会有一些很专业的角度，是可能一开始看到那些产品的时候，你会有一点觉得不太适应，可是你真的生活了1个月、2个月，你真的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在我家是真的有一种很符合我的生活步调，然后也很高级的存在。谢谢大家，就是看我这个家的介绍。如果你们也喜欢我今天推荐你们的，不管是家具或是合作的厂商，尤其是卡西法，你们一定要记得去找他们哦。如果你们想要再看我介绍什么样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然后告诉我哟。拜拜。